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1月20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中国制新冠疫苗到底怎么样？在节目开始之前，有网友在聊天室聊这个题目值不值得做啊？这个题目绝对值得做，为什么？大家想一下，现在有多少中国人在打中国制的疫苗？数以百万计，所以我们这个题目非常重要。你说我不打，你不打，不一定别人就不打，这么多人都在打，我们怎么能不关心？一定关心，我非常关心。从这件事一开始我就很关心，为什么？这是多少条人命啊！所以我们不要讨论这样的问题，好吗？这个问题很低级。我从新闻开始说，我觉得说这个话的人没有起码的同理心，对吗？你想一想，多少人在接种这个疫苗，怎么不关心啊？先说新闻，中国财政部长刘昆11月20号说为了落实20国集团债务议程，中国暂缓发展中国家债务偿付。暂缓偿付，总共是21亿美元刘昆表示，中国愿意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援力度中国以现在财大气粗并对受疫情严重影响、不堪重负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帮助。中国还将优先向贫困经济体提供新冠病毒疫苗那么，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显示，最贫困的国家对 G20 国家的官方双边债务在2019年达到1780亿美元，其中欠中国的债务占 63%大家算一下另外，疫苗成为中国除了资金以外，另外一个用来进行外交的物资那么中国的疫苗到底怎么样？现在没有人知道，其实是没有人知道，在今天之前，中国的疫苗属于什么样的水平？他们现在已经进行大规模的接种但是中国没有公布过他们疫苗的数据今天有一个新的机会，什么机会？英国的医学杂志《柳叶刀》周二刊登了中国科兴公司研制的新冠灭活疫苗的数据，这是中国正在进行实验的疫苗中唯一公布的实验数据，在此之前没有公布过那么，因为科兴公司他们要去申请其他国家申请这个使用就是没有完成这个第3期临床3期的实验的这个疫苗。所以他就在柳叶刀上面公布这个实验数据这个实验数据的解读，第1、第2期在临床1期和临床2期的实验当中，科兴公司研制的新冠灭活疫苗在人体血管内产生的抗体水平要低于康复者。疫苗是什么？疫苗就是打到你身体里面去，然后让你的身体对这种病毒，新冠病毒产生抗体。只要你身体里有抗体，你遇到病毒就能抵抗它，就避免感染。这是所以抗体能不能产生抗体，就是疫苗的成功与否的关键所以它能产生抗体，但是呢，它产生抗体的水平有多高呢？低于一个康复者，就是你这个人得了这个武汉肺炎，然后你好了以后，通常这个人就不会再得这个病，因为你身体里面就有抗体那么这个科兴公司它产生抗体的水平有多少呢？低于一个康复者的水平。那美国的制药公司之前公布的一个是这个辉瑞，一个是 Moderna 他们这2家公司产生的抗体的水平比康复者的产生体内的水平要高所以你可以看就是科兴公司他们的这个药性没那么强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他在《柳叶刀》上面公布的这个报告数据里面有一个最关键的数据没有，什么有效性？有效性什么意思？就是你注射这个疫苗之后，会不会产生抗体？有些不产生抗体，有些产生抗体啊，它有的会产生抗体，有的没产，这有效性，这就叫有效性。那么它就没有公布的有效性。辉瑞跟 Moderna 他们的有效性都超过95%，也就是说100个人接种之后，其中95个以上都会产生抗体，那么也有不产生抗体啊。那么这个牛津大学这个学者叫弗利门啊，就出来评价就是分析一下这个数据啊，说科兴公司疫苗2期的实验的数据呢不太好看啊，那么产生抗体的水平低，而且毒性大。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2样啊，第一个就是它会产生严重的副作用啊，一方面就比如说恶心、痛啊、头痛啊、恶心啊这些严重的反应啊，如果你有的选，就当然不要选它啊，这是第一个。那么目前中国已经正在进入3期的疫苗有4个啊，有4个，那么其中有3种属于传统的灭活疫苗啊，就包括刚才讲的科兴这个啊，而这个 Moderna 和辉瑞的这个疫苗属于叫信使核糖核酸，就是 mRNA 的疫苗啊。那么传统的这个灭活疫苗就是用死亡了的病毒啊，就是武汉肺炎病毒啊的死亡了的病毒，把它提炼成把它的这个有效成分提炼出来，做成疫苗，打到身体里面去啊。那么这是标准的，而且是传统的这种疫苗的类型啊。那所以这个过程就非常的长，所以它的过程非常长。那个 mRNA 疫苗呢是一种新的技术，第一次用，人类第一次使用这种技术啊。这种技术是把核酸物质注射到人体里面，让这个疫苗成分，这个就不是说把疫苗打到身体里面去，把这个核酸成分打到身体里面去，让身体自己产生这个抗体，刺激免疫系统，这个免疫系统受到这个刺激之后，它就产生抗体，这个抗体就能抵抗这个疫苗啊。那么相对于这个灭活疫苗 mRNA 的这个疫苗生产过程就不需要病毒，它不需要病毒，它只需要什么呢？它只需要这个核糖核酸啊进行打进去啊，所以它成本相对比较低，然后能够快速的大规模的生产啊，你想一下就很简单，但是而且呢，它在有效性方面呢，它能够应对这个病毒的突变异。如果像这个灭活呢，灭活就有这个问题啊，有这个问题，就当你面对的这个病毒出现变异的时候，你可能会失效啊，有这个问题。然后呢，这个 mRNA 的这个疫苗的还有个好处就是，你注射之后的免疫周期会更长啊，更长。但是呢，灭活这个疫苗也有优势啊，什么优势呢？就是储存时间、储存环境，2到8度，保存1到3年，基本上是这样。所以对储存的要求不高，但是它大规模生产有难度，因为它需要病毒，需要培育这种病毒，它的生产环境就有要求。那么 mRNA 呢就没有这个要求，就可以大规模生产，但是它有一个，你像辉瑞它就要求零下70度，非常极端的储存环境。那么主要是要保持它的活性啊。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但是 Moderna 就不需要 ，Moderna 就是普通冰箱就行啊。那么在风险方面，灭活疫苗呢就已经这个技术已经已经发生了几十年了啊，很成熟，这个技术非常成熟啊，有现成的技术。现成的模式啊，风险相对比较低啊，就是技术风险，我们讲的是技术风险，不是操作风险。
技术风险比较低，而 mRNA 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用这种技术，存在一定的风险，因为没有用过。但是它为什么要做大规模的实验？原因就是你要证明它是安全的，它是有效啊，这就是为什么要做临床的原因啊。那么科兴公司的数据呢，它是来自743名参与者。那么有一些参与者已经出现了一些不良反应啊，就是在17跟27。那么有些使用者他的不良反应高达38%啊，高达38%。那么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啊，这个卫生政策中心的主任叫 Morrison 呢他就说啊，他说这个中国的疫苗的问题不在于用什么类型啊，为什么？因为对于中国来说呢，用灭活病毒的这种技术呢是标准程序，没有什么对他来说是个合理的选择这种技术。中国还有一种技术就是陈薇啊，就是那个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一个少将，这次拿这个什么功勋啊，就他啊，陈薇用的是重组基因技术，就是4个进入3期临床的唯一一个其他的技术，就基因重组技术啊。那么他说这个 Morrison 就是意思就是说，中国的疫苗的问题不在于类型，那你选择灭活技术也行，你选择这个重组技术也行。它的最大的问题就缺乏透明度，然后就是中国政府抄近道啊，抄近道我之前讲过啊，这个 Morrison 大概看了我们的节目啊，中国政府抄近道的原因是因为他想要快出成果，快速成果有政治上的好处，政治上的利益，所以中国政府会给他抄近道啊，抄近道就有危险。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没有透明度？没有透明度，你抄近道就不能有透明度啊，中间出什么问题我得捂着。所以你看中国这个四组，现在只有一个科兴啊，科兴公布了不完整的数据，他只公布了他想公布的数据，可能比较好看的数据。你不知道到现在为止，科兴也没有讲它的有效率是多少。那个有效率可能低于50%都不一定，所以中国的疫苗到底怎么样？最关键一点，科兴也没有讲出来。所以中国的疫苗水平到底怎么样？其实没有人知道，他就没有公布过数据啊。那么他就这个 Morrison 就说，他说中国的疫苗的问题，主要的问题就是一个不透明、不公开数据。他只是自己讲啊，没有一个人有不良反应，怎么可能没有一个人不良反应？一听这样的话就是骗人嘛，你说是不是？怎么可以没有不良反应？那么中国医药集团9月份说他说他们研制的2款疫苗已经在国内接种了30多万人，然后他们董事长11月初表示。几十万已经接种这个2款疫苗，离境人员已经有56000人。那么这两款疫苗都没有完成3期临床，然后也没有公开实验数据，也没有证明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都没有啊。然后我就讲这个陈薇啊，军事医学科学院的院士陈薇。他们是跟谁合作呢？他们是跟这个叫什么鬼啊？叫康希诺合作啊。他们用的是重组基因技术。他们是全球陈薇院士的这个小组啊，这个疫苗小组，3月16号就已经进入1期临床，是全世界最早进入临床的这个疫苗实验啊。4月12号进入2期临床，然后9月份他就没有公布了，后面就没有公布了，就是大概是9月份，就在这个俄罗斯和巴基斯坦开始第3期临床，然后呢9月份才进入第3期临床，但是他5月份已经这个重组
重组疫苗已经获得军队特需药品批件，也就是说，陈薇他们重组基因疫苗已经在军队里面使用，特别是给谁啊？他们自己讲，他们负责人讲，他说呢，在部队里已经开始进行注射，尤其是那些去国外维和的中国派出去的维和人员，都就注射这个疫苗，包括在疫区，包括和当地的这个民众接触的这个维和人员。这个莫里森就说，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就是说没有公开过他的实验数据，然后又没有知道它的有效性，也没有知道它的安全性的情况下，任何一个从来没见过一个国家让这些疫苗这么大规模的接种的，从来没有见过。这件事情只发生在中国。中国说明什么？中国就是不把人当人看。还是那句话，中国就没有把中国人当人看啊，就是说，就是让这些人去冒着风险吧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的疫苗劣迹斑斑，这个名声非常的差。从2004年到2018年这10几年间，中国发生了10起大规模的疫苗事件。疫苗事件，大家知道疫苗是什么？疫苗是一个国家公共卫生政策当中非常关键的一个产品。但是你想一下，中国发生了这10几年当中，中国发生了10起大规模的疫苗事件，说明什么？我后面讲，我先讲这个情况。那么其中最有名的是什么？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长生生物制药，几十万儿童接种了问题的疫苗那么这次进入3期实验的这个公司当中，武汉生物制药和科兴公司都发生过疫苗丑闻、疫苗事故2018年武汉生物在生产了40万剂有缺陷的疫苗，然后轻微的惩处一下，又马上恢复了。武汉生物还有一个就是科兴他们总经理尹卫东为了拿到这个疫苗的批文，贿赂这个卫健委的官员，给媒体曝光。这些公司都劣迹斑斑。他们研究的疫苗没有公布数据，只有他们自己说没有问题，你相信吗？过去10几年的这个情况证明2点：第一，这些医药机构的大规模造假，中国的疫苗的安全性、有效性是有问题，不是就是有问题，是非常的普遍。所以医药机构大规模造假，这是第一个问题。但是这不是最严重的问题，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其实最严重的问题是监管机构大规模的腐败。因为监管机构大规模的腐败，这些医药机构的大规模造假才能够通行，这是问题的根本。也就是说，其实在中国公共卫生政策其实是处于崩溃的状态。因为疫苗很重要，一个国家重器，什么叫重器？不是那个大规模的机床，不是那个什么结构盾，那不是重器，疫苗才是国之重器。为什么？因为关系到国民的健康生命。但是你看看中国就发生这么多这样的事情，你发生一单，在其他国家一个医疗机构疫苗造假，这家公司应该直接倒闭。这家老板，这家公司的老板要去坐牢。你看看中国发生什么事情，有吗？所以中国就是没有把人当人看，没有把中国人当人看。莫里森就说，他说中国疫苗生产商康希诺就是跟这个陈薇这个院士陈薇也是个少将合作的那个重组疫苗他说康希诺在几个国家寻求获得紧急批准，用这个
用他们还没完成3期临床的这个药品啊药品。他说那个也许到现在为止有没有达到标准，有没有达到要求，有没有都不知道，也没有获得世卫组织的批准，你就让别人去接受你这个疫苗，怎么可能呢？所以这是一个方面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中国在利用外交利用疫苗进行外交中国在今年年中开始就大规模的展开疫苗外交疫苗外交有20个国家，中国在20个国家展开了疫苗实验然后呢，就找那些对他来说有战略价值的国家，就是承诺我优先给你这个疫苗包括谁呢？包括菲律宾、印尼巴西墨西哥墨西哥还说，他说中国准备提供给他10亿美元，让他买中国的这个疫苗然后中国10月份还参加了这个世卫组织的这个疫苗计划，这个计划目标是在明年2021年为全球提供20亿剂疫苗，帮助发展中国家。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不知道中国疫苗的真实数据，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世卫组织如果不做这个把关的工作，实际上不仅仅中国人会面对中国制的疫苗的风险，全世界参加这些计划的国家也会遇到疫苗的风险所以大概的情况就是这样那么美国副总统彭斯昨天开了一个记者会这个记者会讲了一下总结了一下现在这个美国的这个情况，他基本上讲了2个观点。第一个观点就是现在疫苗准备正在非常快速的进行很快会实施。然后我看到的新闻是辉瑞已经紧急向 FDA 申请这个特殊许可，快速的进入这个市场辉瑞已经申请了那么彭斯就昨天的记者会就讲，所以第一个就是疫苗的研发进展和快速的配送计划准备的非常的好然后这个卫生部长阿扎尔就是第一个访问台湾的部长，他说那个制药公司辉瑞和 Moderna 两种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很乐观，那么这2种疫苗可能会在几周内获得 FDA 的授权，那么就是说在短时间之内，美国人可以开始为美国人开始进行这个疫苗的接种大体上就是这个情况，就是你可以看到在年底之前美国应该会有6000万以上的这个数量，就是6000万剂以上的疫苗这应该会进入市场。那么如果按照这个规模的话，应该大概会有3000万左右的美国人被接种，但当然这个接种的这个速度有没有那么快就不知道了要看它的进展。但是毫无疑问，疫苗的出现为整个的疫情的防控提供了一个非常关键重要的条件那么也就是说，如果在年底之前能够达到这种级别的接种的话，我觉得美国的疫情会很快会得到控制。所有的一切取决于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科研水平科研水平非常重要。就是说你想一下，陈薇院士3月几号，我看一下3月16号他们率先已经进入了1期，但是你看陈薇院士他们的疫苗数据到现在还没公布，如果他的数据非常好，如果中国的这些疫苗的数据非常好，我觉得他们早就公布了，他就是因为数据没那么理想，所以不公布。不公布意味着什么？不公布意味着被接种的这些人会面临风险。我不是说我没有数据，但是我认为是有风险。风险的原因是因为
它不透明，不透明就意味着风险。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题目的原因啊，就是说，那一定会有网友提出来，那我该不该接种？我认为是2点，大家记住啊。如果你在国内，你没有其他的选择，你可以等一等。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还是有风险。不要做第一批，也不要做第2批，尽量的往后延。但是你还是一定要去接种，一定要去接种，因为但是接种之后是不是有效你也不知道，所以接种之后你还是要小心一点，就保持这2个，就保持警惕，是一个安全的态度，好吗？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啊，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我希望呢，有这个专业知识的网友能够给我们尽量多的提供意见啊，特别是在生化领域啊，有一些专业知识的人帮我们提供一些意见给我们。那对我们来说，对我们的网友来说，这个是一些非常关键的信息，好吗 ？OK， 我们进入互动啊。好，明谢10月天，谢谢阮光能，谢谢观点。中共对于自制疫苗是一种政治需求，不是公共卫生需求。也是公共卫生需求啊，也是政治需求，政治排在前面啊。观点：中国的疫苗连实验数据都不敢放出来，打了几百万支才说刚刚3测，真是可怕。其实美国，辉瑞也好，这个叫什么，这个 Moderna 也好，其实也没有过三测啊，也没有过3测，但是它的数据已经出来了，它也是紧急申请啊，也是紧急向这个 FDA 申请紧急使用啊。但是问题，我觉得所有的一切都基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透明度。就是说透明度是决定了什么？决定在这件事情上谁会不会做坏事。大家一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曾经讲过啊？就是说6·4事件，他们在解放军在冲进广场之前，他们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关灯。天安门广场四周围都有非常大的那个路灯，很亮的，其实把那灯全打开，很亮的。广场是很亮的，他们进去之前第一件事把灯全关掉。所以你记住，只要没有透明度，他就准备干坏事啊。所以你看，在这次美国大选当中，只要监票员被赶出去，那就是要干坏事了。你记住，没有透明度的事情，背后一定有你看不到的坏事在发生，就是这样啊。观点：国产疫苗有效率肯定很低。假如真的有效，为何防疫一线的医护人员与检测人员到现在还要穿如此厚重的防护服？非常正确啊。反映中国第一批打的在浙江绍兴，60岁以上老人免费申请打疫苗。今年4到5月的事情，我家老人差一点就打了，村干部还积极劝老人打的就是拿老人实验，很多老人都打了。情况：陈薇的 AD5 疫苗受 AD5 载体的限制，有效率大约50%左右，因为50左右的人群以前得过 AD5 病毒感染，人体里有对 AD5 有抗体，这些人打了疫苗后，人体对疫苗的抗体会把疫苗消灭，而疫苗中带的新冠蛋白质没有机会促使身体产生疫苗。也许因为这个原因，最近陈薇的 AD5 载体疫苗很少上新闻了。50%就太低了吧？你说呢？那你不知道啊。
提问：目前全世界都有感染康复者又重新感染的病例，最著名的好像是英国首相约翰逊。法国媒体一直在讨论此次武汉肺炎的疫苗到底是永久免疫，还是每几个月打一次。现在受采访的法国人有40%人表示，哪怕法国政府免费推出疫苗，也会拒绝接受疫苗接种。不知道美国这方面如何讨论？法国是不是人死的太少了呀？美国已经死了20多万人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应该是个问题吧。观点：默克的疫苗才会真正改变疫情的进程，只需要1针，而且常温储存。默克对疫苗开放比其他公司晚了几个月，但因为只需要1针，进度已经赶上来，大约1个月内完成3期实验。默克是吗？哦，太棒了啊，这是好消息。你是哪来的消息？能告诉我一下吗？我不知道这个情况啊，能给一些具体的情况吗？好不好？谢谢。情况：上周不得已从日本回国的 PCR 加血液抗体检测一定要去中国领事馆指定的机构检测，价格从人民币1800到3800，而日本一般的医疗机构做 PCR 大概是600，血液130。和领事馆指定的地方差别非常悬殊，而且为什么非要到指定机构检测？大家记住，一指定就有猫腻，一指定钱就会变多。为什么？他指定了嘛，你多少钱你都得去做，所以一定是这样的。指定背后是什么？就是权力的腐败，因为你没办法拒绝啊。以及这些检测机构的入选过程也没有人过问，不得不怀疑这其中是否有猫腻。一定有猫腻，没有猫腻，那共产党的腐败都是假的啊。另外，回国入关过程简直就像囚犯一样，态度生硬，毫无人性关怀可言。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啊？这是共产党的国家啊。在中国，对生命的漠视和不在乎处处存在。傲慢的编制内医疗人员和官僚机构从未把中国人当人。医疗事故频出。情况：我当年在国内顶着家里和学校的压力，坚决不给2个小孩打疫苗。后来搬到荷兰来上学后，在荷兰补种了。不过现在国内没有接种卡，不可以上学的。对，其他国家都是你必须有打过疫苗的记录，你才可以去上学啊？为什么？你要保护其他的孩子啊，你要保护你这个孩子啊，你必须去打疫苗，必须打完啊。情况：有朋友是做生物制药的消息，大约公元2000年前，中国的疫苗等生物制品有国家鉴定，确证使用安全有效。所以中国的疫苗效果安全还是有保证的，而之后改为各个生产厂家自检，向国家报结果，傻子才会报自己不合格，而原来的国家检查变为看厂家送的报告和偶尔抽检，所以大家想象一下，现在国产生物制品的安全和有效性。王老师好，提问：基因重组的疫苗会不会改变人的种类，变异出新的未知病毒或者代理遗传疾病？我不知道，我没有这样的知识。网友有知道的告诉我们一下好不好啊？请网友们回答一下。提问：近期美国主要聚焦在大选，当大选告一段落后，美国是否还会继续追查病毒来源？前阵子部分美国官员信誓旦旦说病毒是中国故意投放，如果真的属实，是否引发战争？故意投放我不知道，但是病毒来源肯定是中国，这个毫无疑问啊。中国有没有尽到控制病毒病源的责任？毫无疑问是没有啊，没有。中国没有在疫情扩散之前停止中国公民出境。
中国没有封关，所以中国人已经跑到全世界都是，所以这些跑到全世界都是的人，把病毒传播到了全世界。所以第一，病毒是来自中国没有疑问啊，我们一直在跟进这个新闻，我们跟进到现在，这个结论是毋庸置疑的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我们有个系列报道啊，我们去首页就能看到这个播放专题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政府也没有尽到一个控制传播的一个责任。中国到武汉到1月23号才开始封城啊，所以整个的控制就失控了啊，这是第二个。所以美国是不是应该向中国追责？我觉得不是美国应该向中国追责，是全世界都应该向中国追责。全世界，因为这件事情来自中国，中国没有尽到这个责任。最终的决策人是谁？习近平啊，所以是不是引发战争？追责是政治责任更大，政治责任会不会引发战争不好说，但是先让它发生吧。你现在没有发生，我们讨论什么战争？没必要啊，我们不能随便不要轻言战争。我不喜欢轻言战争，因为战争不是那么容易会发生的，战争是最后的手段啊。情况坐标英国，我见过好几个中国留学生9月份回来之后都打疫苗了。我惊讶地问他们国内疫苗出来了怎么样？那姑娘非常自豪地说，她爸爸是市长，这个层次以上的领导和家属都打了。我怀疑这些疫苗就是个安慰剂。那个时候是有了，9月份他们已经很多都已经打了啊，这是真实的。但是是不是有效，是不是安全不知道。观点疫苗有没有问题，是大规模接种之后才知道，很多疫苗是几年后才发现问题。就算能打，我自己是不打。生物物理背景，不过偏统计。OK， 是这样的，疫苗必须是大规模使用之后，你才能知道有没有问题啊。但是在你大规模使用之前，你该做的这个，为什么要把这个程序拉得这么长的原因，就是因为还是处于安全的问题啊，安全的问题。那么弯道超车这种事情，超近道这种事情，就是把这个过程省掉，风险不是更大了吗？其实人类设计一个这样的程序，目的就是尽量降低风险。能避免风险吗？不能，风险一定在。新药不仅仅是疫苗，新药都是有风险。只不过呢，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程序，把风险能降低到，其实就是一个平衡的，还是一个平衡的问题，风险和效率的问题。就是说，你不能无限拉长，弄个10年，那大家得病都病死了，在你药出来之前，大家都病死了，所以你还是要提高它的效率。但是呢，又要保持一定的风险，这就是个平衡啊。我是如果有的话，我会先打。为什么？这不仅仅是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别人嘛？你想是不是？大家知道疫苗是什么？疫苗就是抗体，让你形成一个抗体啊。当抗体越来越多的时候，当越来越多的人有抗体的时候，它就形成什么？就形成一个屏障，就是说这个病毒到你这就没办法往后传了。越来越多的人形成屏障，这就为什么之前讲过，就是说，就什么意思呢？就是只要有多少20几的人有抗体，这疫情的传播就会终止。原因就在这里，就是说越多的人有抗体，这个疫情就会越容易受到控制。就这个道理，所以我觉得，尽量的去，至少我在海外了，在英国啊，在海外这些地方，我觉得尽量的去注射，形成抗体，你就变成一道屏障啊，你变成疫情的一个贡献者，大家都要成为控制疫情的贡献者，做贡献，这是要做贡献啊。突发，上海出现社区
聚集性传播了。目前浦东到浦西全部通关已经封了啊，通道已经封了。哦，是吗？啊，这是新闻啊，上海已经突然出现OK， 大家小心，上海的网友要小心了啊。观点不把人当人是中共的基因，不单只是疫苗劣迹斑斑，药品同样。当年的四环素造成几百万乃至千万的四环素阳，我就是啊，我就是四环素阳，我本人就是四环素阳啊，他也是四环素阳，终身无法改变。留意一下60年代、70年代出生的人，有大量和我一样的四环素牙的症状的人群，我就是啊，本来我牙很白的啊。观点：中医是伪科学，希望王老师有空给大家科普一下。国内的中药企太多，浪费太多的资源，害了太多的人。关于中药的问题，中药的问题，中医药应该叫中医药，医和药分不开啊。中医首先是有中医，还有必须有中药啊。中药它是个整体啊，然后中医药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是一个整体，中医药和中国人的价值观是个整体。所以你要讲的中医啊，中国有一句话叫医者近乎巫，医大家一看，医跟巫是相通的。我们讲的传统中，我们一定讲的中医药一定是传统中医药，就是中国老祖宗传下来的啊。它是一个伪科学，不是伪科学，中医药是非科学，不能叫伪科学。中医药本身不是科学啊？中医药不是科学，科学是一种方法论，是人类社会当前找到的最有效的一种方法论，叫科学。还有不是科学，比如说宗教就不是科学，巫术也不是科学。这是不是这也是人类的方法论？人类生存有很多很多的方法论。科学到目前为止帮助人类取得了现在的成就，但是人类还有很多生存的方法，不仅仅是科学，所以不能说只有科学是可以帮助人类生存发展的，不是的，不对啊！科学作为一种方法论，作为一种人类的方法论，目前为止证明了最有效率、最快速的帮人改善人们的生活，推进人们的进步。但是人类社会还有很多其他的方法论，比如说宗教，比如说巫术。那你用方法、用科学去分析这种，那是无法分析的。你就像你不能用秤去量长度，这是不同的尺子。我有尺子，我有量杯，我有秤，去量度不同的度量衡。所以不能说这个东西不科学就不对，这是不对的啊。这个东西是科学的啊，它目前为止证明是有效的，但是不一定不科学的就无效，这是第一条。所以我们看待中医药，首先要搞清楚它是不是科学，它不是科学，它不是以科学为基础，以科学为标准做的一个东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说医者近乎巫，是中国人在他的生存的过程当中，也繁衍的过程当中找到的一条生活方式、价值观，体现在身体方面。所以如果你要进行这个中医药，你要完整的继承这个传统的中医药，就要从天人感应开始，一直下来。所以很多中医药它以前是有效的，现在无效了。为什么？因为你只用了它一部分呢。你很多中医院去拍片、去验血，你怎么验？你的这个脉搏你的这个经脉，你怎么去检测它的经脉？这不可检测，这是看法，这是一种方法。这个方法不科学，但不一定不对。你要对，你要用着他的方法来才能对
对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把病治好。那有没有用中医药治好的病？大把，但是这个方法也有局限，它有些病它治不好，中医也有治不好的，西医也有治不好的病，治不好的病就死了。所以不管什么方法论，都有它的局限，包括科学本身也有它的局限，包括这个中医药也有它的局限，都有它的局限，好吧？所以不能一概而论。但是有一条我是我是这么看，就是当人类已经进步到发展到今天这一步，中医药它还有没有它原来的这个生存空间啊？就是它原来的生活方，你现有的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和它原有的方法论是不是匹配？这是最大的问题。或者说，人类已经找到了科学的这种方法，那么中医药它是不是还需要大规模的应用？这是个问题，好吧？观点：记得几年前疫苗事故，墙内很多人群情激愤，跟风打字谴责，这才几年就忘得一干二净，记忆可能还不如鱼，可能这就是洗脑和鱼群管控的成果。我党已经把这套玩得非常熟练了，非常正确。事实到目前为止，中国没有研制成功任何一个疫苗技术，中国的疫苗生产都是用的国外技术。OK， 啊，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啊。情况，我兄弟公司是疫苗生产厂家，公司大多数人8月已经注射疫苗，目前没有产生不良反应，但是因为没有抽血，所以没有检测是否产生抗体。如果他自己就是疫苗厂家，他打了疫苗，他为什么不测一下有没有抗体呢？这不成？我觉得这太荒谬了啊！这太荒谬了。你想一下，他就是疫苗厂家，他为什么不打一下测一下有没有抗体？情况，王老师，我参与了墙内疫苗注射，就我所知，我9月份这2批还没有检验出体内有抗体的，2批都没有，一个都没有吗？这太扯了吧！提问：中国政府是否对疫苗的技术进行偷窃？毕竟中国现有的技术都是通过盗窃。我印象中是在9、10月份吧，10月份最多，就是中国的黑客啊，爆出来很多啊，你去查一下，在中国的黑客在全世界范围大量的去盗取各个实验室的实验数据他们在做这个工作，一定是大规模的在做的，只不过这成效怎么样不知道啊。情况，天津滨海新区因为本土病例，决定区内居民2、3天内全部核酸检测。目前天津的防疫策略没有提到疫苗。情况，我们南加华人医师介绍的美国 RNA 疫苗是新技术，成本低，产量大，适合以后大规模提供给世界各国。中国的灭活疫苗成本高，产量小，几美元提供给外国都是亏钱玩政治外交。观点有关默克疫苗，大家搜一下 Merck VSV COVID Vaccine 可以看到这个文章。VSV 载体疫苗对默克是成熟技术，我认为成功是板上钉钉的事。OK， 那它快一点哦，它快一点要快一点，快一点才能成功。情况，前2天入关的时候 PCR 检测都要插2个鼻孔，搞不懂了一个身体，难道插左鼻孔和插右鼻孔会不一样吗？细想了一下，应该 CCP 的检测合格率不高，只能多插几次吧。好，明谢一下Elino 马，谢谢 Law in Law， 谢谢 Tony， 谢谢。上周在纽约地铁发现一个70、80岁的老奶奶在听王老师的节目，哈哈哈，很替王老师高兴，祝节目越办越好。好，感谢大家的参与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那么我希望能够尽量的把我们的节目做的能够适合更多的听众接受所以我会尽量的，比如说像疫苗这样的题目，我们还是有一点需要科普的，需要我自己首先给自己科普，让大家都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我需要继续努力，我需要大家的继续支持，谢谢大家，谢谢。好，那么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